妹妹的成绩很奇怪，我考600分，她就考610分；我冲到610分，她立马变成620分。她的分数永远精准的压我10分。然而一旦我请假缺考，妹妹的成绩瞬间烂得没边。我的猜想也由此被证实，妹妹的成绩与我的成绩关联。以此为基点，一个疯狂的计划在我脑海成型。如果高考我考出了740分以上，那将会发生什么呢？高考前夕，我像个苦行僧，而妹妹则是享乐派。她仗着有我这个依靠，嚣张的无法无天，甚至直接放弃学业，跟朋友到处疯玩。每次被抓包，她都一脸不耐烦。你们烦不烦？放心吧，高考状元肯定是我的。而我也没辜负她的信任，每次模考，我都把她稳稳送上年级第1的宝座。我要让她在虚假的云端里醉生梦死，而我在暗地里正一步步逼近741分。高3下学期的日子像一把钝刀，一刀一刀割着我的神经。每天凌晨5点起床，晚上12点睡觉，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，全在刷题。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常年不见阳光的小房间里，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，精准运转。妹妹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时不时传来她和朋友视频的笑声，或者是追剧时夸张的惊呼。有时候她会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大，像是在向我炫耀她可以如此肆无忌惮。我早就学会了屏蔽一切噪音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循环。741分这个数字像一颗钉子扎在我心里，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，就用力按一下，疼痛让我保持清醒。3月份的时候，沈清涵开始频繁进出我的房间。起初我没在意，以为他只是来找东西，后来我发现不对劲，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带着一种审视和试探。有一次我正在做数学压轴题，他推门进来，站在我身后，盯着我的草稿纸看了很久。哥，你最近怎么这么用功啊？我头也不抬继续写。还行吧，快高考了，能不用功吗？沈清涵凑近了些，想看清我写的内容。可你以前也没这么拼过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故意叹了口气，放下笔，装出一副疲惫的样子。还不是爸妈逼的，说我要考不上981就断我生活费，我能怎么办？沈清涵的表情放松下来，嘴角甚至浮起一丝嘲笑。就你还985？别太累了，反正最后状元是我的。他转身走了，临走还不忘补一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等门关上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很好，继续保持这种轻视吧，你越轻视我，我就越安全。我见招拆招，每次模考都故意控制分数，不让自己显得太突出，保持在年级前5，既不扎眼，又不会让他起疑。真正的杀手锏，我藏在心里。那些最难的题型，那些最刁钻的技巧，我只在深夜独自练习，做完就把草稿纸撕碎，冲进马桶，不留一点痕迹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刷竞赛题，突然听到客厅里有动静，是母亲和沈清涵在说话。我悄悄把门开了一条缝偷听。小小，你哥最近是不是太拼了？我看他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连饭都不出来吃。沈清涵不以为然地笑了。妈，你担心什么？他再拼又能拼到哪去？反正他考多少分，我就能比他高10分。对，还是我闺女聪明。我听着这些话，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，但表面上我保持平静，轻轻关上门，继续做题。4月的一个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在房间刷题，突然听到门外有细微的响动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听，是脚步声，很轻，像是怕被人发现。然后是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非常缓慢。我瞬间明白了，他在偷看我。我没有回头，继续假装专注做题，但实际上我已经把手里的卷子换成了一张普通的基础题。那些真正高难的资料早被我锁进了抽屉最深处，门缝开了一条细细的缝。我用余光瞥见沈清涵的半张脸。这道题怎么又错了？太难了！我故意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，然后把本子合上，趴在桌上装作休息。门缝悄悄关上了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我直起身子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沈清涵，你越是防备我，就越说明你心虚。你比谁都清楚，那些数不是你的，你只是个寄生虫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5月模考，我考了695分，沈清涵705分，年级第1。小小这次发挥的不错，保持住，高考稳了。我闺女就是聪明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基因。沈清涵得意洋洋地看了我一眼。哥，你要加油啊！我应了一声，没有反驳，继续吃饭，心里却在冷笑。享受吧，尽情享受吧，这是你最后的高光时刻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反复推演着高考那2天可能发生的一切。6月，高考如期而至。6月6号那天晚上，沈清涵出去和朋友喝酒，说是提前庆祝。母亲非但没拦，还给他塞了一沓钱，说女儿辛苦了，放松一下。我从卧室门缝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觉得讽刺。而我那天8点就上床睡觉，闹钟定在第2天早上6点，躺在床上，我异常平静，像一个等待出窍的剑客。所有的隐忍都将在明天得到回报。第2天早上，我按时醒来，简单吃了几口早餐就出门了。母亲送沈清涵去考场，对我只是敷衍的说了句好好考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，心里想着反正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考场在学校的旧教学楼，我被分在3楼靠窗的位置，阳光正好能照进来。我坐下，把文具一件件摆好，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念：沈墨，你等这一天等了18年，不要输。语文考试铃声响起，我翻开试卷那一刻，
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醒，每一道题都像老朋友一样熟悉，阅读理解的每一个陷阱，我都提前预判到了。作文题正好是我练过无数遍的类型，我下笔如有神。考完语文走出考场，沈清还第一时间冲过来堵住我。沈墨，考得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是多行？选择题错几个？不知道，没对答案。沈清寒撇撇嘴，不太满意这个回答，但也没再追问，转身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想：你急什么？反正明天成绩就出来了，到时候有你急的。下午数学考到一半的时候，出了点意外，我的肚子突然剧烈疼痛，可能是早上吃的东西不干净，冷汗唰的就下来了，整个人趴在桌上好几秒才缓过劲。同学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等了18年，就等这一场考试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在这张卷子上。我用力掐了一下大腿，剧烈的疼痛让我暂时忘记了腹部的不适，继续做题。那些数字和公式在我眼前一度模糊，但我硬是凭着肌肉记忆把每一道题都做完了。最后一道压轴题，我用了3种方法验算，确认无误后才放下笔。走出考场的时候，我几乎是虚脱的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蹲下来，缓了好久。沈清寒发消息问我数学考得怎么样，我回了2个字：正常。他秒回了一个得意的表情，显然以为自己又稳了。我看着那个表情，只觉得可笑。无知者无畏，说的就是这种人。第2天考理综和英语，我的状态恢复了大半。这2科是我的强项，尤其是理综，那些物理大题、化学推断、生物遗传，全是我刷过无数遍的类型。我做的行云流水，最后还剩20分钟检查，每一道题我都反复核对了2遍，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失误。英语更不用说，阅卷老师想不给高分都难。考完最后一科，走出考场，我站在教学楼门口，抬头看了看天，阳光刺眼，但我没有躲，就那么直直的站着，任由它照在脸上。18年了，我终于熬出头了。沈清寒第一个冲过来堵住我，眼底闪着贪婪的光，问我考得咋样。这辈子没这么好过。沈清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仿佛看见了金山银山。他扭头就跑去找爸妈邀功。那我肯定更好。看着他欢天喜地的背影，我也笑了，那是猎人看着猎物落网的笑。去邀功吧，这是你最后一次觉得自己赢了。高考结束后的暑假，沈清寒彻底放飞自我。他拍着胸脯向爸妈保证能考全省前10，提前预支了巨额零花钱，不仅把手机电脑全换成了顶配，还拿着爸妈辛苦攒下的钱，跟着一帮狐朋狗友出去挥霍了一圈。朋友圈天天更新，全是吃喝玩乐，半点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说下面一堆人点赞评论，什么小小你太厉害了，什么请我们吃饭吧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只觉得荒诞。而我想回乡下看爷爷，问爸妈要个路费，话还没说完就被母亲怼了回来。母亲连眼皮都没抬，语气敷衍的很。看什么看？家里没钱，你没看清还要用钱吗？我看着他理直气壮的脸，心里一阵恶心，对我一毛不拔，对沈清寒挥金如土。这就是我的父母。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头也不回的补了一句：你要是想去，就自己想办法，别指望家里。我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回了房间。第2天一早，出门去工地找了份搬砖的活，太阳毒得要命，晒得人头晕眼花。但我咬着牙干了半个月，才攒够了路费和给爷爷买东西的钱。那半个月是我人生中最苦的了。查分那天，恰好是沈清寒18岁成人礼。为了在所有人面前以此生最高光时刻加冕，他办了一场极度奢华的宴会，7大姑8大姨、爸妈的同事领导全被请来了。宴会厅里龚维生此起彼伏，一个远房亲戚端着酒杯凑到父亲面前，满脸堆笑。老沈，你们家祖坟冒青烟，龙凤胎都这么出息？哪里？另一个亲戚跟着附和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刻薄。哎呀，大儿子也就死读书，不懂事儿，还是清寒贴心，成绩好，人又机灵，比他哥强100倍。年轻一辈都围着沈清寒像众星捧月，有个堂妹更是羡慕的眼睛都红了。涵涵姐你太厉害了，这手拿清北录取通知书，这手挽帅气男朋友，简直是人生赢家。快，几点查分？我们要见证状元诞生的历史时刻。沈清寒穿着定制的高定礼服，脸上的妆精致的无可挑剔。别急，如果是省前几名，清北招生办会提前打电话来抢人的。话音刚落，电话果然响了，但不是打给他，是打给我的。在全场错愕的注视下，我接起一个又一个电话。庆大招生组、清北招生办，还有几所顶尖高校的招生老师，我礼貌道谢，表示会慎重考虑。沈清寒的眼睛都快瞪裂了，死死盯着自己毫无动静的手机。他强撑着面子，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：最好的总是压轴出场。终于查分通道开启，所有人一窝蜂地催促沈清寒登录，我也在角落里默默点开了查询页面。尽管胸有成竹，可真到查分这一刻，掌心还是微微渗出了汗。母亲先转头问我，语气随意，问我多少分。我把手机屏幕亮给众人，语气平静地说：我考了741分。全场哗然。我强压着心底惊涛骇浪般的狂喜，面无表情。成功了，我真的成功了。母亲愣了一下，吝啬的点点头。
甚至没多看一眼，转身就扑向沈清寒。快，清寒肯定更高。沈清寒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想躲都没处躲。他颤抖着手指点下确认键，下一秒他的脸僵住了，那表情精彩的像吞了一只苍蝇。屏幕上赫然显示3个鲜红的数字751。沈清寒的声音都在哆嗦，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有个不明真相的远房亲戚还在那儿闭眼吹捧。清寒果然比哥哥厉害，正好高10分，真乃神童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高考满分好像只有750吧？人群中一个声音弱弱的打破了尴尬，气氛瞬间凝固。沈清寒慌了，冷汗把精致的妆容冲得东一道西一道。肯定是系统故障，查分人太多，崩了！他发疯一样刷新页面，手指快要把屏幕戳烂1次、2次、3次。那个该死的751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总分栏里。有人提议说换个手机试试，是不是手机缓存问题？沈清寒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抢过别人的手机，查询结果依然751。那个多出来的1分像个巨大的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大门被推开，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和教育局人员面色严肃地走了进来。领头的工作人员环顾四周，沉声问道：谁是沈清寒？教育考试院监测到分数极度异常，涉嫌恶性攻击系统或重大舞弊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沈清寒吓得腿一软，直接瘫在地上，那张脸惨白的像鬼。爸妈一看这阵仗也慌了神，但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抚女儿，而是下意识的想找替罪羊。慌乱之中，母亲竟然一把将我推了出去，指着我扯着嗓子喊：是他干的，肯定是他嫉妒妹妹，黑进了系统，篡改了分数。同志，你们抓他，这事儿跟我女儿没关系。又来了，这就是我的父母，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拿我去挡枪。这就是我的父母，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拿我去挡枪，哪怕理由荒诞可笑，哪怕逻辑狗屁不通，只要能保住他们的宝贝女儿，牺牲我算什么？心彻底死了，反而觉得无比轻松。我甩开母亲的手，冷冷地看着这群跳梁小丑。我不是黑客，我是全省理科状元沈毅。沈清寒在那儿，那个考出人类奇迹751分的是他。父亲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要扇我耳光，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眼神凶狠地让他心惊。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穿保安制服的人就在我身后。现在的我，清北抢着要，媒体抢着报，你动我试试。从这一刻起，在这个家再也没有谁能约束我，也再没有谁能欺负我了。这场原本为了炫耀的成人礼，彻底变成了一场闹剧。沈清寒被带走配合调查，留下一地鸡毛，这事根本盖不住。高考金线751分，直接炸了，词条当晚就爆了，热搜全网都在吃瓜看笑话。有人说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这是买分买嗨了吧？有人说作弊能不能带点脑子？满分750，你考751是在侮辱阅卷老师，还是侮辱系统？有人扒出了沈清寒的社交账号，发现他这半年到处吃喝玩乐，压根没怎么学习。舆论一边倒的抨击沈清寒，大家都认为他是找关系改分，结果手滑改多了。我刷着那些评论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。18年了，我等这一刻等了18年，终于让所有人看到了真相。调查结果出得很快，沈清寒答题卡异常，选择题莫名其妙比别人多扫描出1分，导致总分溢出。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修改了答题卡，但为了公平起见，教育局决定启用备用卷，让他担任重考。消息传回家里的时候，沈清寒正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听到要重考，他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什么叫重考？我凭什么要重考？我那个分数是真的，是系统出了问题。父亲坐在一旁，脸色铁青，低声呵斥：你小声点儿，邻居都能听见。母亲急得团团转，一边安慰沈清寒，一边商量对策。清寒别慌，重考就重考，你那么聪明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沈清寒却像是疯了一样，在家里撒泼打滚，哭着喊着，非要拉着我一起考。不行，没有哥哥我不考，让他跟我一起，我要他坐在我旁边。他冲过来抓住我的胳膊，指甲掐进肉里，眼睛红得吓人。什么？你必须陪我考？你听到没有？我已经考完了，为什么要陪你重考？我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冰冷道。沈清寒愣住了，他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，好像从来没想过我会拒绝他。沈墨，你什么态度？你妹妹都这样了，你就不能帮帮她吗？小莫，这事儿关系到咱们全家的脸面，你就陪清寒考一次，怎么了？母亲立刻冲过来拉偏架，我看着他们，觉得既可笑又可悲。什么叫全家的脸面？那是沈清寒的脸面，这些从来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说，就转身回了房间，把门反锁上，任凭外面怎么敲怎么骂都不开。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也被教育局驳回。最后，沈清寒在全程监督下孤零零地进行重考。考场设在市教育局的一间会议，监控摄像头24小时运转，还有3名监考老师全程盯着他，生怕他再出什么幺蛾子。结果不出所料的考了个稀巴烂，重考总分157，甚至还没他平时瞎蒙考的高。本来也就300分的底子，
这半年光顾着谈恋爱做第1名的美梦，书都没翻过。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正在工地上搬砖，接到同学发来的消息，说沈清涵重考考了157分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笑的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。工友以为我中暑了，还给我递水。我摆摆手说没事，就是太高兴了。这场重考直接扒下了他的遮羞布，前有751，后有157，巨大的反差让舆论彻底炸锅。网友们的评论一条比一条精彩，有人说哈哈哈哈，157这才是真水平吧？有人说这就实锤了。之前的751绝对是作弊，还有人做了个表情包，把751和157放在一起，配文从天堂到地狱，只需要一场重考。沈清涵受不了网暴，试图甩出高3以前的成绩单证明自己，结果被万能的网友扒了个底朝天。高3这半年诡异的突飞猛进，以前全是烂泥扶不上墙的300分，大家更加确信这女的从高3开始就在作弊。顺带网友还把我的成绩单扒了出来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每一次大考的成绩都被翻出来，从小到大稳居前3，这才是真学霸，稳如老狗。有人评论说真的是亲兄妹吗？怎么差距这么大？还有人说一个是750，另一个连250都不够格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我以为成绩好就能得到父母的认可，后来我发现，不管我考多高的分，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比不上沈清涵，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优秀的儿子，而是一个为女儿兜底的工具。曾经捧着沈清涵的老师同学，现在看见他像看到瘟神，连父母出门都要被指指点点，邻居们背后议论纷纷，说邻家的女儿原来是个草包，靠作弊骗了大家这么多年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那段时间，沈清涵缩在房间里不敢见人，像只过街老鼠，窗帘拉得死死的，连饭都让母亲送到门口，不肯跟任何人见面。而我拿着清北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收拾行李回了老家陪爷爷。只要等到8月底开学，我就彻底自由了。我是这么以为的。乡下的夏天热得像个蒸笼，但我待得心安。爷爷的老宅在山脚下，3间土坯房，门前有棵老槐树，蝉鸣聒噪，却不惹人烦。这里是我真正的家。从记事起，我就被扔在这儿。父母美其名曰乡下空气好，适合养身体，实际上不过是嫌弃我碍眼，想让沈清涵独享所有的爱与资源。多一个我，就是多一份竞争。爷爷从不跟我说父母的坏话，他只是沉默地照顾我，教我认字读书，告诉我做人要靠自己。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，读书是穷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我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。我在老宅住了20多天，每天早起帮爷爷喂鸡，上午在院子里看书，下午陪他去田里转转，晚上就坐在槐树下乘凉。他给我讲以前的事，讲我爸小时候有多调皮，讲我妈刚嫁过来时有多勤快。我听着这些陌生的往事，像在听别人家的故事，因为在我的记忆里，父母从来不是那样的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，月光很亮，爷爷突然问我，这次高考考得咋样？我想了想，老实回答道，应该不错。爷爷点点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有光，他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不错就好，不错就好。他叹了口气，声音有些沙哑，爷爷这辈子没啥出息，就指望你了。我低下头，鼻子有些发酸。从小到大，只有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只有他真心盼着我好。爷爷，等我考上大学，工作了，我接你去城里住。他摆摆手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城里我待不惯，你有那个心就行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老宅的土炕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，心想等成绩出来，一切就尘埃落定了。8月12日，距离开学还有半个多月，我正在院子里帮爷爷晒玉米，把一筐筐金黄的玉米棒子倒在竹席上摊平。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母亲的号码。我愣了一下，她几乎从不主动联系我。上一次打电话还是高考前，问我能考多少分，语气里带着审视和算计。我接起电话，听筒那边传来哭声，母亲的声音沙哑而急促：“小凤，你快回来吧，你爸突发疾病，快不行了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手里的簸箕差点掉在地上。问什么病人，在哪个医院？母亲只是哭，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反复说着快回来快回来，然后电话就挂了。我站在原地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爷爷从屋里出来，看见我的表情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爸突发疾病，快不行了。别站着了，赶紧去收拾，快！你得回去看看。他脸色也变了，催我赶紧收拾东西回去。回屋胡乱塞了几件衣服进背包，出门前爷爷追出来，把一个布包塞进我手里，沉甸甸地说：“拿着，这是爷爷几张100元大钞，加起来大概有2000多块，那是他卖鸡蛋卖菜一点一点攒下的养老钱。”我想推回去，他却已经转身进了屋，佝偻的背影在门框里显得格外瘦小。我攥着那个布包，眼眶发热。村里到县城要坐2个小时的班车，县城到市里要3个小时的火车，市里再转高铁，全程算下来要将近10个小时。我买了最近的一班车，坐在颠簸的大巴上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我的脑子却开始冷静下来。不对劲，有太多不对劲的地方。母亲的哭声太夸张了，夸张的像在演戏，而且她没说父亲得的是什么病，没说在哪家医院，甚至没说病情具体怎么样，只是一味的催我回去。如果真的病危，
他应该说的是你爸在某某医院，你快来，而不是你快回来。回来回哪？家里忙，如果人在医院抢救，他怎么会有空守在家里给我打电话？更像是怕我不回去。越想越觉得蹊跷。我给父亲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占线又打了一个，还是占线。我换了个思路，打给了父亲单位的同事，那是个以前见过几面的叔叔。我客客气气地问我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，对方语气很诧异啊。你爸上周还请大家吃饭呢，好得很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随便找了个理由挂了电话。果然我靠在座椅上，盯着车窗外连绵的山，心里的那块石头反而落了地。不是我冷血，是我太了解这一家人了。如果父亲真的病危，沈清寒早就在网上哭天喊地，卖惨博同情了，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既然是骗局，那他们骗我回去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花了几个小时想通了这个问题，答案呼之欲出。沈清寒的事闹得太大，那个751的笑话至今还挂在热搜上，他复读也考不上好大学，因为没有我，他屁都不是。而我即将去清北开启新生活，彻底摆脱这个泥潭，他们不会允许这件事发生的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给沈清寒当垫脚石，当工具，当血包。想明白这一点后，我反而不慌了，甚至有一种猎人布好陷阱后等待猎物上钩的从容。不过这一次猎人和猎物要换一换位置了，既然你们想演戏，那就陪你们演到底，但最后的剧本由我来写。火车上我用爷爷给的钱买了一部便宜的备用手机，又买了一个充电宝，把2部手机都充满电，下载了一个自动上传云端的录像软件，测试了3遍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还给大学新生群里认识的几个未来室友发了消息，简单说明了情况，让他们如果超过48小时联系不上我，就帮我报警，并把实时定位分享给了他们，有备无患。我看着那些消息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，素未谋面的人都愿意帮我，而所谓的至亲骨肉却想把我往火坑里推。这个世界真是讽刺。等我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傍晚，夕阳把老旧的楼房染成昏黄色。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楼下，抬头看着那个我生活了12年却从未有过归属感的地方，深吸一口气，上楼敲门，门开了，母亲的脸出现在门口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看见我先是一愣，然后立刻堆起讨好的笑。哎呀，小莫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他热情的反常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从小到大，他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殷勤过？我不动声色地进了屋，视线快速扫过客厅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手里还拿着遥控器，脸色红润得很，哪有半点病危的样子。不是说父亲病危吗？怎么在家看电视？我站在玄关，手还握着行李箱的拉杆，声音平静地问。客厅里的空气凝固了一瞬，父亲抬头瞟了我一眼，神色有些不自然。母亲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找补。哎呀，是虚惊一场。你爸昨天是难受，但后来去医院检查，没什么大事。我们想着你都要去北安上学了，就想让你回来聚聚，一家人嘛。一家人这3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格外讽刺。我没拆穿，只是点点头，应了一声，拖鞋进屋，眼角余光捕捉到沙发另一头的沈清寒。他窝在角落里，穿着睡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色蜡黄，眼睛下面是2团青黑，和几个月前那个神气活现的天之娇女判若两人。见我进来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复杂，里面有怨恨，有恐惧，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。我装作没看见，径直回房间放行李。我的房间在最里面，10几平米，常年不见阳光。小时候这是杂物间，后来我从爷爷家回来上学，才勉强收拾出来给我住。沈清寒的房间是朝南的，主卧又大又亮。这个家的资源分配从来都是这样泾渭分明。我关上门开始检查房间，书桌、书架、衣柜、床底一一查看，确认没有被动过手脚，然后从背包里拿出那部备用手机，找了个隐蔽的角度，把它架在书架上的杂物堆里。摄像头正好对准房门，开启录像模式，调成静音，确保录制时不会有任何提示音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躺在床上假寐，耳朵却竖得高高的，捕捉着客厅里的每一丝动静。晚饭母亲做了一桌子菜，破天荒地喊我出来吃饭，还给我夹菜说：“小莫瘦了，马上要离开家了，多吃点。”我吃的食不知味，满脑子都在分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，什么时候会露出獠牙。饭后父亲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像是要开始训话。来了。我抬起头，脸上是恰到好处的疑惑。就这，小莫，这次让你回来呢，其实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是这样的，你妹妹她最近状态不太好，你也知道高考那事儿对她打击太大了，她现在抑郁的厉害，连房门都不愿出。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，你是她亲哥哥，也是她最亲近的人，你能不能多陪陪她，开导开导她？我等他们图穷匕见，果然母亲接过话茬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。对啊，小莫，对啊，小莫，你俩是龙凤胎，是血浓于水的亲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帮帮妹妹，怎么了？
我依然不接话，只是看着他们。气氛僵持了片刻，沈清寒突然抬起头，眼眶红红的看着我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行吗？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那样对你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差点笑出声来。他演技进步了，可惜我不吃这一套。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直接撕开那层窗户纸，我没耐心跟你们打太极。父亲和母亲对视一眼，似乎在确认什么。父亲终于摊牌了。小莫是这样的，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能让清寒也有学上。清寒跟我们说了，他高考那个成绩的事，那个什么10分的规律，你应该比我们清楚。你们俩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联，只要有你在，他就能考高分。我心头一跳，他居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们。父亲站起身走到我面前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意味。我愣住了。所以我和你妈商量了，你看能不能晚1年去清北复读1年，明年跟清寒一起高考，到时候他也能考个好大学。咱们家出2个清北的，岂不是光宗耀祖？不是因为震惊于这个要求的荒谬，而是震惊于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的理直气壮，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仿佛牺牲我的前途来成全沈清寒是理所应当的。小莫，这对你也没坏处啊，你那么聪明，明年肯定还能考上，到时候有状元的名声，加上复读1年的努力，清北肯定抢着要你，而且清寒也能有个好前程，咱们一家4口都有出息，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吗？一家4口皆大欢喜。我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拿到了，我为什么要复读？父亲不以为然的摆摆手。通知书算什么？那玩意儿不去报到，自动就作废了。小莫，你是哥哥，让着妹妹点怎么了？以后清寒也有出息了，也不会忘了你。他赚的钱也有你一份。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。我说我不同意。话音落下，气氛骤然降至冰点，父亲的脸沉了下来，母亲的表情也僵住了。沈清寒则猛地抬头，眼睛里的乞求瞬间变成了阴森。沈墨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们好好跟你商量，你怎么一口回绝？因为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父亲站起身，语气里带着威胁。我说因为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也站起身，直视着他们。你们想让我放弃清北，陪一个高考只能考157分的人复读，然后用我的分数把他送进名牌大学？凭什么？凭她是你妹妹，你是哥哥，帮妹妹天经地义。哥，帮妹妹天经地义。我帮了他18年，从小到大，你们把所有资源都给他，把我扔在乡下不管不问。现在他把自己作死了，你们就想起我来了，让我牺牲前途给他擦屁股。父亲一拍桌子，碗筷都跳了起来。沈墨，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就这态度。我不干。我转身往房间走。沈墨，你凭什么？你那些分本来就该是我的，没有我你算什么？是气的还是急的？母亲冲过来挡在他面前，指着我骂：沈墨，你把妹妹气成这样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问他：你们有良心吗？你们有良心吗？我懒得再跟他们争辩，进了房间，反手把门锁上。门外传来一阵摔摔打打的声音，还有父亲的怒骂声，母亲的哭诉声，沈清寒的尖叫声也混杂其中，像一锅沸腾的粥。我靠着门板闭上眼睛，听着这些聒噪，心里却出奇的平静。今晚只是第一回合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。我有预感，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等吧，我有的是耐心。那天夜里我没有睡，双眼盯着天花板，耳朵始终保持警觉。凌晨2点多的时候，我听到门外有嘻嘻嘻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轻声交谈。我屏住呼吸仔细听，是父亲和母亲。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清了。老沈，要不咱们趁他睡着，把他东西收了，没了身份证和通知书，我看他怎么走。你看他房间灯都灭了，肯定睡了，就今晚动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脚步声靠近了门口，我心跳加速，但身体纹丝不动，装作熟睡的样子。门把手轻轻转动了一下，我庆幸自己锁了门。这小子还锁门，算了，明天再说，反正他也跑不掉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睁开眼睛，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，心里冷笑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们根本没打算放我走。我踏进这个家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落入了他们的陷阱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这场博弈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试探性的去拧门把手，门从外面被锁住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走到窗边往外看，窗户外面是防盗网，焊得死死的，根本出不去。手机信号还在，但网络信号被断了。我用流量给室友发了条消息报平安，告诉他们暂时没事，但情况不妙，让他们随时待命。上午10点左右，门锁响了，母亲端着一碗粥进来，脸上的表情皮笑肉不笑。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想通了没有？
我没接完，他把粥放在桌上，叹了口气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威胁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小莫啊，妈劝你一句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就算考上清北大，那又怎么样？学费、生活费谁给你出？你以为我们会给你1分钱吗？到时候你连学都上不起，不还是得乖乖回来？他见我不吭声，以为我动摇了。你那个录取通知书还在不在都不一定呢。你要是乖乖听话，复读1年，明年我们全力支持你。继续加码。要是不听话，他没说下去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我依然没有说话。等他走后，我才发现门又被锁上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被正式软禁了。第1天我还能保持冷静，第2天开始焦躁起来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时间在一点点流逝，开学日期越来越近，我必须想办法出去。第3天，我决定冒险试一次。凌晨2点，所有人都睡了，我悄悄起床，用指甲刀的锉刀部分去撬门锁。这种老式的弹簧锁并不难开，我花了大概10分钟，终于听到咔嗒一声轻响。门开了，我屏住呼吸，并不难开。我花了大概10分钟，终于听到咔嗒一声轻响。门开了，我屏住呼吸，一步一步往外挪。客厅里一片漆黑，我摸着墙壁往大门的方向走，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。脚下的地板偶尔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每响一下，我就停下来听动静，确认没人，才继续往前走。就在我的手即将触到大门把手的时候，灯亮了，我整个人僵住了。父亲站在走廊口，手里拿着一根木棍，脸色铁青。他显然一直在等着我和沈清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出来了。站在一旁看着，没有一个人出声阻拦。沈清寒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解气的笑。父亲打累了，停下来喘着粗气。我告诉你，沈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从这个家跑出去，除非你答应复读。我趴在地上，浑身都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愤怒。7、8年的隐忍在这一刻几乎要冲破胸腔，但我忍住了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的证据还不够，我的后手还没到位。我被拖回房间，扔在床上，门被重新锁死，还加了一把新锁，这一次是从外面挂的那种，跳不开。我躺在床上，后背火辣辣的疼，那种疼痛反而让我更加清醒。沈墨，你急什么？你已经等了18年，不差这几天，让他们再得意几天。等你收集够了证据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接下来2天，我安分守己，不再尝试逃跑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。表面上像是认命了，父母以为我被打服了，对我的看管稍微松了一些，但门还是锁着，我依然出不去。我利用这2天的时间，仔细观察他们的作息，记住每个人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起，这些细节我都一一记在心里，等待最佳的时机。第4天夜里，他们终于动手了。凌晨2点07分，我听到门锁轻轻响了，不是那种试探性的响动，而是有人正在开锁。我闭着眼睛，呼吸平稳，装作熟睡，但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。门被推开，脚步声很轻，像是怕惊醒我。是2个人，我从呼吸的节奏判断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父亲。他们摸到了我的书桌前，开始翻找东西。我保持着熟睡的姿势，心跳却不自觉地加速。我知道他们在找什么，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，这2样东西是我离开这个地狱的钥匙，也是他们困住我的筹码。老沈找不到，你说他藏哪儿了？再找找，肯定在这屋里，他又带不出去。父亲不耐烦地嘟囔着，他们翻遍了书桌抽屉，翻遍了书架和我的背包，甚至把我的衣服口袋都摸了一遍。我感觉到有人走到床边站了一会儿，应该是在犹豫要不要翻我的枕头。突然门口传来第3个人的声音：找到了吗？嘘，别把他吵醒了。是沈清寒。沈清寒不耐烦地走进来，脚步声比父母大得多，显然他根本不在乎会不会吵醒我。我感觉到他站到了我床边，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，那目光像毒蛇一样阴冷，我几乎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喷在我脸上。装什么装？我知道你醒着。我没动，依然保持着呼吸的节奏，心里却在骂娘。这疯婆子真是敏锐的可怕。沈清寒没有继续纠缠我是不是醒着这个问题，而是自顾自地加入了翻找的行列。他的动作比父母粗暴得多，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，书架上的书被一本本甩到地上，抽屉被整个拽出来，我的身份证被我藏在了枕头套的夹层里，通知书则被我折成很小一块，缝在了行李箱的内衬里。我本以为他们找不到的，但我低估了沈清寒的疯狂。他把我的枕头一把掀开，然后开始摸枕头套，一寸一寸的摸，那种手法像是在搜查毒品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。摸到那个夹层的时候，他的手停住，然后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。找到了。我心头一紧，但还是没动。接着他又扑向我的行李箱，像个发了疯的野兽一样，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，然后开始撕扯内衬，布料被撕裂的声音刺耳得很。
他的指甲在内衬上划来划去，终于摸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坐起身，伸手按下了床头灯的开关，灯光大亮，刺得所有人眯起了眼睛。我看清了眼前的场景，父亲和母亲站在书桌前，手里拿着我的身份证，神色有些心虚，但更多的是理直气壮。沈清寒站在行李箱边，手里攥着一个信封，那是我装录取通知书的信封。他脸上的表情像是找到了宝藏，贪婪而兴奋。我盯着他们，声音冰冷，问他们大半夜的在干什么？大半夜的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三人对视一眼，索性也不装了。父亲把手里的身份证往桌上一拍，理直气壮地开口：“沈墨，我们也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清寒都跟我们说了，只要有你在，他就能考高分。这是你们兄妹之间的缘分。你就认命吧。”母亲凑上来，眼神里带着算计和威胁。小莫，听妈的话，复读1年对你没坏处。你那么聪明，明年肯定还能考上。到时候清寒也有学养，咱们家就出2个名牌大学生了，这不是双赢吗？我说了，不干。我起身想去拿回我的身份证，却被父亲一把推开，他的力气比我想象的大。我踉跄了2步，撞在墙上，后背的伤口被撞得生疼。父亲的脸凑近了些，语气森然的威胁：“不干！你以为你有选择的权利吗？从今天起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没有身份证，没有通知书，你去不了北安。你还是去你的清北，谁也没耽误你什么。没耽误，让我复读1年，让我的人生规划全部打乱，让我成为一个废物的踏脚石，这叫没耽误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翻涌的怒火压下去。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，我需要更多的证据。我问他们：“所以今晚是来没收我东西的？”母亲冷笑一声，已经不屑于掩饰着：“叫什么没收？家里的东西本来就是爸妈管着的，你还是个孩子，身份证这么重要的东西放我们这儿保管怎么了？”我看向沈清寒，他正把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抽出来，脸上带着报复得逞的快意。他举着那张通知书，像举着一件战利品。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永生难忘的事，他抓着那张通知书，眼神里燃烧着疯狂的恨意，然后在我面前慢慢的用力的撕成了2半。那声音清脆而刺耳，像是某种东西断裂的声音。他还不满足，把那2半继续撕，每撕一下，他的嘴角就翘起一分，吱吱变成一堆碎片，像雪花一样飘落在地上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享受这个过程。我看着那些碎片，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。那是我12年寒窗换来的东西，是我无数个日夜刷题的成果，是我新人生的起点，就这样被他撕碎了。沈清寒看着我的表情，笑得像个疯子。通知书没了，我看你怎么去报道。沈墨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做我的垫脚石，我要你陪我一起烂在泥潭里。他越说越激动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披头散发的样子看上去像个鬼。你凭什么比我优秀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夸你？凭什么你能去清北？我只能在家里被人嘲笑。明明那些分都应该是我的。眼眶里的泪已经流下来，却不是委屈，而是不甘，是嫉妒，是疯狂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从小到大，我就知道我的成绩是假的，是从你那里偷来的。每一次考试之前，我都怕得要死，怕我哪天不考了，又怕我哪天考砸了。废物，怕所有人发现，但其实我恨你。”他声泪俱下的说恨我比他聪明。可笑的是，他竟然觉得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考那么高的分。我更恨我自己，离开你就什么都不是，所以你不能走，你必须留下来，你必须永远当我的垫脚石，这样我才能活下去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交了18年妹妹的人，第一次觉得他可悲，但可悲不是我原谅他的理由，可悲也不是他可以毁掉我人生的借口。父亲和母亲站在一旁，看着沈清寒的疯态，竟然没有一个人阻止，甚至脸上还带着几分赞许，仿佛他做了什么大快人心的事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忽然觉得很荒诞，也很可悲。这就是我的家人，这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。我低下头看着地上那些碎片，肩膀开始颤抖。他们以为我在哭，以为我崩溃了。母亲嗤笑一声：“行了，哭什么哭？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明年再考一次就是了。这次就当是长教训，以后听话点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蹲下身，用颤抖的手去捡那些碎片。沈清寒看着我的狼狈样，脸上的笑容更加肆意。哭啊，再哭啊，活该你就是这个命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他愣住了，因为我的眼睛里没有眼泪，有的只是冰冷的恨意。我慢慢站起身，和一丝转瞬即逝的笑，他被那个笑吓到了，下意识的后退一步，问我笑什么，声音沙哑却平静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你刚才的表演很精彩，如果以后混不下去，可以去当演员。”我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是装作绝望的瘫坐在床边，双眼空洞，喃喃自语。说完了，全完了。沈清寒看着我的样子，脸上的警觉渐渐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
父亲冷哼一声，把我的身份证揣进了自己口袋。行了，都回去睡觉。从今天起，这小子哪儿都别想去。他们3个人像完成了，有且母亲还把门从外面锁住。门锁落下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记惊雷砸在我心上。我被关起来了，房间里重新陷入黑暗。我坐在床边，听着他们远去的脚步声，听着这栋房子恢复寂静。然后我站起身，走到书架前，从杂物堆里摸出了那个一直亮着红灯的备用手机。他们没想到，他们翻遍了整个房间，却忘了查那堆他们以为是垃圾的杂物。录像把一切都拍下来了。沈清寒撕毁通知书时的疯狂，父母在旁边冷眼旁观，甚至推波助澜的嘴脸，他们亲口承认的阴谋，全都在这段视频里。我把视频上传云端备份，再备份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然后我编辑了一个简短的版本，发到了网上，配文：这就是我想逃离的原生家庭。发完，我拨通了报警电话。我要报警，我被家人非法拘禁了。接线员问了我地址和基本情况，我一一回答。他说会派人过来，让我等着。报完警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藏回杂物堆里，然后重新躺回床上。心跳得很快，但表面上必须保持平静。我不知道警察多久能来，也不知道在这之前会发生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只要熬过今晚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白，我的眼睛一直睁着，盯着天花板，耳朵捕捉着房子里每一丝细微的声响。4点23，我听到了脚步声，是沈清寒的。他的脚步很轻，像是怕吵醒人，但在寂静的夜里依然清晰可闻。他在我房门外停住了，我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门锁响了，他又进来了。我闭着眼睛装睡，心跳声在耳边像打鼓一样。他走到我床边站了一会儿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审视和怀疑。然后他开始在房间里转悠，脚步声时远时近，像一只巡视领地的野兽。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，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脚步声停在了书架前，我的心猛地揪紧，翻找的声音响起，他在扒拉那堆杂物。我的手指悄悄攥紧被角，脑子里飞速盘算着，如果他发现了手机，我该怎么办？突然翻找声停了，空气凝固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沈清寒的声音带着困惑问：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他发现了，完了！我猛地睁开眼睛坐起来，正好看见他手里拿着那部备用手机，屏幕上还亮着录制的红点。他的脸色从困惑变成震惊，再变成狰狞，只用了1秒钟。沈墨，你在录像？他尖叫着扑过来，像一只发了疯的野兽。我来不及躲，他的指甲直接划过我的脸，火辣辣的疼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她虽然是女生，但此刻像是疯了一样，力气大得惊人。我们撞翻了床头柜，台灯摔在地上，碎了一地。动静太大，父母很快被惊醒。父亲冲进来，看见这一幕，二话不说，一把把我推。你敢打你妹妹？我捂着脑袋，喘着粗气说：“我没打他，是他先动的手。”沈清寒已经从地上爬起来，手里还紧紧攥着那部手机。他跑到父亲身后，爸，他偷偷录像，他把我们都录下来了。父亲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一把夺过手机，低头看了看屏幕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额头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。沈墨，你好啊，你真是好啊！他把手机往地上狠狠一摔，手机屏幕碎了，但机身还在。他又用脚狠狠踩了几下，直到那部手机彻底变成一堆废铁。我看着被踩碎的手机，心里却一点都不慌，因为视频早就上传云端了。这部手机只是一个壳子，但我没有表现出来，而是露出一副绝望的表情，仿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被抽走。母亲也赶过来了，看清状况后脸色铁青。这白眼狼想报警，想把咱们都送进去啊！他肯定是想把视频发到网上去，就像当初曝光我那……父亲二话不说，又给了我一巴掌，我的脸瞬间肿起来，嘴角尝到了血腥味。我告诉你，沈墨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你老老实实给我待着，哪儿都别想去。敢报警，敢发到网上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他骂骂咧咧的出去了，临走还叮嘱母亲把我看好了。行了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他也走了。门再次从外面锁上，这一次他还搬了什么东西顶在门口。我听到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一地的狼藉。我靠在墙角，摸着自己肿胀的脸，心想他们不知道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也不知道视频已经传到网上，他们以为毁掉一部手机就万事大吉，殊不知真正的暴风雨才刚刚开始。时间继续流逝，天越来越亮，我听到窗外有鸟叫了。6点左右，我听到父亲的手机响了，然后是他惊慌失措的声音：什么视频？谁发的？接着是母亲尖锐的叫声，还有沈清寒的哭喊，整个房子乱成一团。我知道视频爆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是半小时，也许是1小时。我听到了敲门声，敲门声很响，很急促，还伴随着喊话声：开门，这里是派出所，有人报警。父亲的声音在客厅里响起，慌张而心虚。警察，谁报的警？老林，怎么办啊？别慌，把那小子藏起来，就说他不在家。我在房间里听着，冷笑：藏？往哪儿藏？敲门声更急了。里面的人，开门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父亲终于扛不住了，我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，
然后是一阵嘈杂的交谈声。我听不清具体内容，但能感觉到父亲在狡辩，在解释，在试图把事情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我房间门外的障碍物被挪开了，门被打开，2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口，看见我的第一眼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警察走过来：“你就是报警人吗？”我点头。他看着我脸上的伤痕和肿胀的嘴角，又看了看房间里一片狼藉的景象，表情变得严肃：“你受伤了，谁打的？”我说我父亲。客厅里传来父亲的声音，带着怒气和心虚：“警察同志，这是家务事，我教训自己儿子怎么了？”年长一点的警察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家务事、非法拘禁、限制人身自由是家务事。我们接到报警，说有人被家人关在家里出不去，还收到了一段视频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叫家务事。”他把手机递到父亲面前，屏幕上播放的正是我录的那段视频，父母和沈清寒翻找我东西的画面，沈清寒撕毁通知书时的疯狂，他们亲口说出的那些话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母亲更是两腿发软，差点瘫在地上。沈清寒躲在角落里，头发凌乱，眼神空洞，像一只被踩扁的虫子。目击者，你能走吗？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去做个笔录。我点头，随后站起身，踩着一地的碎片往外走。路过父亲身边时，他突然伸手想拦我，被警察一把拨开。你现在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人，老实点。父亲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，又气又怕又无可奈何。我没有看他，径直走出了那扇门，身后传来母亲的哭嚎声：“小莫，你不能这样对我们是你爸妈呀！你这样做，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？”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他，声音很平静：“你们早就不把我当人了，现在轮到你们尝尝这种滋味了。”母亲愣住了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。沈清寒突然冲过来，被警察拦住，他隔着警察的手臂冲我嘶吼：“林燕，你会后悔的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你等着！”沈清寒，你记住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恩断义绝。然后我转身上了警车，没有再回头。在派出所做完笔录，已经是中午了。警察告诉我，根据视频证据和我的伤情，父亲涉嫌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，会被依法处理。至于沈清寒毁坏他人财物，通知书虽然是学校发的，但属于我的个人物品，他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那我的录取通知书怎么办？还能补办吗？这个得联系学校问问，他们会帮你出具相关证明。谢谢。闭着眼睛看着天空，感觉像是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噩梦。现在终于醒了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对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小莫，是你吗？你没事吧？一切看到视频了。”他的声音很急切，背景里还有其他人的说话声，应该是室友们都在。我没事，已经报警了，警察把我带出来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欢呼声，于浩的声音响起：“太好了，兄弟，我们担心死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需要我们去接你吗？”我笑了笑，说不用挂了电话。我站在原地想了很久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身份证被父亲拿走了，通知书被沈清寒撕了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无处可去，但我一点都不慌，因为最难的那一步已经迈出去了，剩下的不过是些手续问题。我可以去学校说明情况补办通知书，可以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，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交学费。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，唯一解决不了的是原生家庭的毒。现在这个毒已经被我亲手切掉了。我去派出所办了临时身份证明，然后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张去北安的火车票，硬座10几个小时。我不在乎，坐上火车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夕阳透过车窗洒在座位上，我靠在窗边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，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、自由。原来这就是自由的感觉。火车哐当哐当的往前开，我闭上眼睛睡着了。这是这段时间以来我睡得最安稳的一觉，没有噩梦，没有惊醒，只有一片漫长而温柔的黑暗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火车已经到站了北安站。我拖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站台，面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，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和那个闭塞的小镇完全不同。空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气息，是希望，是未来，是新生活的味道。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，然后开始联系学校说明情况。招生办的老师听完我的遭遇很震惊，说会尽快帮我处理，让我别担心。3天后，我拿到了补办的录取通知书，崭新的红色封面，和之前那张一模一样，但意义完全不同。我把通知书贴在胸口，站在学校门口，抬头看着那块写着北安大学的牌匾，眼眶忽然有些湿润。12年从记事起，我就被扔在乡下，被忽视，被冷落，被当作透明人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要活在沈清寒的阴影里，做他永远的垫脚石。但现在我站在这里了，靠自己的力量，站在全国最高学府的门口，身后再没有那些拖着我往下坠的人。我的人生从这一刻开始，真正属于我自己了。开学第一天，我见到了那几个在网上认识的室友。陈毅个子很高，皮肤黑黑的，一看就是体育生。于浩戴着眼镜，斯斯文文的是竞赛保送生。还有一个叫王默的，话不多但看起来很靠谱。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操，你就是那个视频里的沈默，真人比视频里帅多了。”我哭笑不得。怎么帅？脸上的伤还没好。于浩凑过来仔细看了看我的脸，皱眉。还有淤青，打得挺狠啊。王默没说话，但默默从包里掏出一管药膏递给我。消肿的。我接过来，心里暖暖的说了声谢谢。那天晚上，我们4个坐在宿舍里聊了很久。他们问我那件事后续怎么样了，我说警察还在处理。
具体结果还不知道。陈姨骂了一句渣父母，于浩叹了口气说：“你真不容易。”王默还是话不多，但给我倒了杯水。后来话题渐渐转开，我们聊专业，聊社团，聊大学4年的规划，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该聊的话题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才是正常的生活，这才是18岁该有的样子。那天夜里，我躺在宿舍的床上，听着室友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想起了爷爷，想起他说的那句话：读书是穷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爷爷，我做到了。我给爷爷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已经到学校了，一切都好。他在电话那头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反复念叨着好好好，有出息了，有出息了。我没有告诉他发生的那些事，怕他担心，只说学校很大，很漂亮，食堂的饭也好吃。他听得很开心，让我好好学习，别惦记他，他身体好着呢。挂了电话，我躺回床上，心想等我有能力了，一定要把爷爷接到身边，让他过上好日子。这是我欠他的，也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亲人。大学生活按部就班的展开了，军训、上课、社团，忙碌而充实。我拼命的学习，拼命的参加各种比赛，想要证明自己，也想要弥补那些失去的时光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派出所的通知，父亲因为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被判处拘役3个月，缓刑6个月。母亲作为从犯被行政拘留15天。沈清寒因为毁坏他人财物被处以罚款并赔偿损失，判得不重，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，因为那段视频彻底毁了他们的名声。父亲丢了工作，单位嫌丢人把他开除了。母亲出门被邻居指指点点，抬不起头。沈清寒更不用说，他的名字已经成了网上的笑柄。751加上撕毁亲哥的通知书，这2件事足够让他社死一辈子。听说他后来精神出了问题，被送去看心理医生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那是他咎由自取。他们尝试联系过我，电话、短信都有，内容无非是求我原谅，求我撤诉，求我删掉视频，我一概不理。后来他们大概死心了，就再也没有音讯了。那段过去像一个被我锁起来的抽屉，我不打算再打开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大1、大2、大3，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专业前3，拿了奖学金，入了党，还发表了2篇论文。所有人都说沈墨前途无量，我笑着谦虚，但心里知道这些成绩都是我用命换来的。每一个深夜，每一次疲惫，都是为了离那个泥潭更远一点。大3那年暑假时，我回了一趟老家看爷爷，他老了很多倍，更驼了，头发全白了，但精神还好。看见我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我陪他在院子里坐着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他给我剥花生，我给他讲学校里的事。阳光暖暖的，槐树的影子洒在地上，时光好像又回到了10几年前。爷爷忽然问我：“你爸妈那边还有联系吗？”没有。唉，那毕竟是你爸妈，做得再差，那也是生你的人。爷爷，我知道您的意思，但有些事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，他们太伤身了。爷爷不勉强你，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好，只要你过得好，爷爷就知足了。我躺在老宅的土炕上，和小时候一样，但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窗外的虫鸣还是那么聒噪，我却觉得格外安心。这里是我唯一的家，爷爷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其他的那些人早就在我心里死了。大4那年，我保研成功，继续留在北安读硕士，同时还收到了几家知名公司的实习邀请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毕业典礼那天，我穿着学士服站在校门口，让室友帮我拍了一张照片，背景是那块写着北安大学的牌匾，和4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时一模一样。但我已经不是4年前那个遍体鳞伤的少年了，我长高了，变壮了，眼神里的阴郁也被自信取代。那些伤痕还在，但已经结了疤，不再流血，不再疼痛，只是提醒我曾经走过怎样的路。陈毅搂着我的肩膀：“小莫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先读研，然后工作，把爷爷接过来。”那感情好，以后请你们吃饭。没问题。那天我们4个室友喝了很多酒，聊了很多过去和未来，最后都醉倒在宿舍里。第2天醒来，头疼的要命，但心里是满的。青春就这样过去了，4年的大学生活画上了句号，接下来是新的征程。研究生期间，我更加忙碌，学业、课题、实习，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，但我乐在其中，因为每忙碌一天，我就离那个曾经的自己更远一点。研2那年冬天，爷爷走了，是在睡梦中，走得很安详，没有痛苦。村里人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。听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手里的试管掉在地上碎了。我请了假，连夜赶回老家，推开老宅的门，看见堂屋里摆着一口棺材，爷爷躺在里面，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藏青色棉袄，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。我跪在棺材前，没有哭出声，只是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老人们说喜丧，说爷爷活了80多岁，子孙有出息，走得安详，是有福气的人。可是我不要什么喜丧，我只想他再多陪我几年，等我工作了，赚钱了，接他去城里住大房子，吃好吃的。我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他怎么就走了？送葬那天下着雪，我亲手把爷爷的骨灰埋在老宅后面的山坡上，那里能看见整个村子，也能看见那棵老槐树。我在坟前站了很久，直到雪把我的肩膀染白。我说：“爷爷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，让你在天上骄傲。”风把我的话吹散了，但我知道他一定听到了。处理完爷爷的后事，我回到学校，把所有的悲伤都压在心底，更加拼命的学习和工作。我要成功，我要出人头地，这是我对爷爷的承诺，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研3那年，
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同时收到了好几家顶尖公司的 offer。最终我选择了一家科技巨头，年薪50万起步。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，这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。入职的第一天，我站在那栋气派的写字楼下，抬头看着蓝天，心想爷爷，我做到了。工作后，我租了一套1居室的房子，干净整洁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我自己的窝。我把爷爷的照片放在书桌上，每天出门前都会看他一眼，跟他说早安，晚上回来跟他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。这样的日子虽然孤独，但很踏实。3年后，我在北安买了房，贷款30年，月供1万出头，压力不小，但扛得住。房子不大，2室1厅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搬进新家的那天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被锁在杂物间里的少年。那个少年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有一天他能在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，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拥有几个真心相交的朋友，拥有一个崭新的人生。命运给了我最差的开局，但我硬是把它打成了一副好牌。当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喝了点酒，对着爷爷的照片说，爷爷，你说的对，读书真的是穷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我走出来了，窗外的月光很亮，和很多年前那个夏夜一样亮。爷爷坐在老槐树下给我讲故事的夜晚，好像就在昨天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，工作顺利，偶尔和老室友们聚聚，生活简单但充实。直到那一天，平静被打破了。那是我工作第4年的一个周末，我正在家里看书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电话。那头是一个苍老而陌生的女人。你是沈墨吗？是我，请问你是？我是你外婆。外婆这个词对我来说太陌生，陌生到我几乎忘了自己还有外婆这个亲人。小莫，你能来医院一趟吗？你妈她不行了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没有说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外婆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她就剩这一口气了，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她怎么了？肝癌晚期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，医生说就这几天了。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7年了，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，没有打过一个电话，没有发过一条短信。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，没想到重逢的契机是这个。外婆在电话那头等着，我能听到她压抑的哭声。把地址发给我吧。挂了原谅，只是想给这段过去画上一个句号。第2天我请了假，开车去了医院，那是一家市级医院。我按照外婆发的地址找到了病房，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瘦得不成样子，脸色蜡黄，皮包骨头，头发稀疏花白，和7年前那个尖酸刻薄的女人判若两人。如果不是外婆在旁边，我几乎认不出这是同一个人。外婆看见我来了，赶紧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小莫，你来了，来了就好。她一直念叨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病床边，低头看着床上那个奄奄一息的女人。母亲睁开眼睛，浑浊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嘴唇动了动，发出微弱的声音。她眼眶里忽然涌出泪水，顺着干瘪的脸颊流下来。她想抬手，却没有力气，只是颤抖着。我没有接话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心里出奇的平静，没有恨意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有一种说不清的麻木。母亲断断续续地说，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小莫，妈对不起你，这些年妈一直想找你，想跟你说对不起，可是妈没脸。她咳嗽了几声，身体蜷缩成一团。外婆赶紧上前给她拍背，我站在一旁看着，依然没有动。母亲喘了好久才缓过来，继续说，妈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，最对不起的就是从小就偏心你妹妹，把你扔在乡下不管，后来那件事妈不是人。她越说越激动，身体剧烈的颤抖。外婆急得直喊，让她别说了。小莫，你能原谅妈吗？妈知道不配，但妈想临死前听你叫一声妈。我看着她，看着这个生了我却从未爱过我的女人，看着她此刻形容枯槁的样子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复杂的情绪。恨吗？恨过。那些年被锁在杂物间的夜晚，被当成隐形人的日子，被亲手撕碎梦想的瞬间，每一幕都刻在骨头里。但此刻站在这里，看着这个行将就木的女人，我发现那些恨意早就淡了，不是原谅，是不在乎了。我不恨你了。母亲愣住了，眼泪流得更凶。我继续说，问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妈，我做不到。这些年我心里从来没有过妈这个位置，只有爷爷。母亲的身体剧烈的颤抖，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。她张着嘴想说什么，却只发出破碎的呜咽声。小莫，你就叫一声吧，让他走得安心。我摇头转身准备离开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身后传来母亲嘶哑的哭喊。小莫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。走廊里很安静，我靠在墙上，闭着眼睛深呼吸，心跳得很快，但没有后悔。我在医院楼下的长椅上坐了很久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有人哭着进去，有人笑着出来，生老病死不过如此。手机响了，是外婆打来的。小莫，你别怪外婆叫你来，
你妈她确实不行了，我知道他们以前做的事不对，但她是真的后悔了。这几年，她一直念叨你。你妈的这个病啊，跟心里憋着事儿有关系。当年那件事之后，她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你爸丢了工作，整天借酒消沉，后来2个人天天吵离婚了。你妹妹也，总之这个家算是彻底散了。沈清寒怎么了？别提了，那孩子废了当年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他精神受了刺激，后来越来越严重，现在在精神病院住着呢，时好时坏的。我听着没什么感觉，说不上解气，也说不上同情，只觉得因果报应不过如此。小莫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但你妈她真的没几天了，你就不能去看看她吗？外婆，我来了，我见过她了，这就是我能做的全部了。你这孩子怎么心这么硬啊？不是我心硬，是我的心早就被他们伤透了。你应该去问问他们当年是怎么对我的。行吧，外婆不勉强你了，你有自己的生活，你有过好就行了。挂了，我又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起身开车回家了。3天后，外婆又打来电话，告诉我母亲走了，走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名字。我听完说了声知道了，问什么时候办丧事。外婆说是后天，我告诉她我会去的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，有一点点堵，但更多的是解脱。生我的那个女人死了，可我心里没有丧母之痛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，像是一本书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，不管内容多么糟糕，至少结束了。葬礼那天我去了，站在人群里看着母亲的遗像，她照片上的样子还是7年前的模样，那时候她还没有病，脸上带着刻薄的笑。来的人不多，几个远房亲戚，外婆和外公，还有一个我没想到会出现的人。我父亲他老了很多，头发花白，背也脱了，整个人像是缩了一圈，站在灵堂里披麻戴孝，表情木然。看见我来了，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低下头继续烧纸。我也没有理他，只是按照流程上了香，鞠了躬，然后站到了角落里。外婆过来拉着我的手，小莫，你来了就好，你妈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。没有多说。丧事办完之后，宾客陆续散去，灵堂里只剩下几个知青，父亲还跪在那里烧纸，火光映着他苍老的脸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有些陌生。这就是我的父亲，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男人，那个对我拳打脚踢的男人，那个把我锁在房间里的男人，如今跪在这里，像一条丧家之犬。他大概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回过头来看我。小莫，我没有回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他站起来，朝我走过来，步伐有些踉跄。站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身上有一股酒味。小莫，爸对不起你，这些年爸一直想找你，想跟你道歉，可是爸没脸。你妈走了，爸这辈子也没几年了，你能原谅爸吗？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曾经让我恨之入骨的男人，现在他站在我面前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，为什么别人家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，而我的父母却把我当成累赘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不是我不好，是你们不配当父母。你问我能不能原谅你，我的答案跟对他说的一样，我不恨你了，但我也不会原谅你，这都不会。父亲愣住了，眼泪流得更凶，他伸手想抓我的胳膊，被我躲开了。还有从今以后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生老病死各不相干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没有回头。身后传来父亲的哭嚎声，还有外婆的呼喊，但我充耳不闻，一步一步走出了灵堂，走出了这个让我窒息的地方。上车之后，我发动引擎，驶上了回北安的高速。夜色很深，路上车不多，我开着车，脑子里却在想很多事。12年被遗弃在乡下，6年被当成透明人，18岁那年被锁在房间里，通知书被亲妹妹撕碎，这些事情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。29岁的我，在这座城市有房有车有事业，活成了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样子。而他们呢？父亲丢了工作，穷困潦倒，母亲郁郁而终，沈清寒疯了。这个曾经想把我踩在脚下的家，彻底分崩离析。这不是我的报复，这是他们自己的因果。开到一半，我把车停在服务区，站在夜风里，仰头看着星空，忽然就想起爷爷了，想起他坐在老槐树下给我讲故事，想起他说的那句话：读书是穷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。爷爷，我走出来了，我活成了您期待的样子。眼眶有些湿润，但我没有让眼泪掉下来，只是深吸一口气，上车继续开。凌晨3点，我到家了，洗了个澡，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，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那些恩怨情仇，那些爱恨纠葛，从今往后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终于可以彻底放下过去，开始新的人生了。1年后我升了职，成了部门最年轻的主管，薪资也翻了一番。同一年，我遇见了一个女孩，她叫萧婉儿，是隔壁部门的设计师，长得很漂亮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我们因为一个合作项目认识的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她知道我的过去，知道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但她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只是认真的听完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那些事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某个角落
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我们在一起了，恋爱同居，然后是求婚那天，我带她去了老家，去爷爷的坟前，我跪在坟前给爷爷介绍她。爷爷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她叫萧婉儿，人很好，我想娶她。萧婉儿站在旁边，眼眶红红的，也跪下来给爷爷磕了3个头。那天风很大，吹得坟前的野草沙沙作响，我总觉得那是爷爷在回应我，在说好，我的孙子有出息了。我32岁那年，我们结婚了，婚礼不大，只请了几个知亲好友，老师友们都来了，陈毅还当了我的伴郎。沈墨，我真替你高兴，你小子总算是熬出头了。我笑着说：“是啊，熬出头了。”1年后，萧婉儿怀孕了，10个月后，我们的女儿出生了。我给她取名叫林思思，思是思念的思，是为了纪念爷爷。抱着女儿的那一刻，我忽然就哭了。30多年来从未体会过的感觉，原来这就是血脉相连，原来这就是被人需要，原来这就是家。我看着怀里的小人，心想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父亲，绝不让他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一切。我要给他最好的爱，最好的保护，让他在阳光下长大，永远不知道这世上还有那种黑暗。萧婉儿躺在病床上，虚弱但幸福地笑着，问我在想什么。我说我在想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熬过了那些苦日子，然后遇见了你。他伸手握住我的手，说他也是。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我们一家3口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曾经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，因为他们让我变成了今天的自己，让我学会了珍惜，让我遇见了该遇见的人，让我拥有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命运欠我的，我自己拿回来了，还拿到了更多。永远不要放弃自己，因为不知道熬过去之后，会有怎样的风景在等着自己。